鬼月到，今天我要带你们到什么地方来探险呢？我必须说，今天这个地方这种题材在台湾算是还蛮少见的。那其实，在日本我去过很多地方，像这样的主题，它叫什么呢？拉夫后。没错，就是我们所谓的汽车旅馆。对，今天我来到这个汽车旅馆，就当做我鬼月的第一弹哈。那这个汽车旅馆为什么会来呢？其实，这个汽车旅馆之前是罗导他们先来的。那他先来了之后，他那时候我还记得是跟真真吴尊嘛，来这边拍的时候，听说有碰到一些状况，所以他说我可以再来看看。然后呢，我听到他讲了一些东西之后，我就想到我之前好像有碰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嘛，所以我把它当成鬼月第一弹。好，那至于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传说跟故事呢？接下来我就来带大家一边走一边看喽。来，这里就是我今天带你们来的一个地方哦。那其实我搞不懂为什么我的主摄影机今天怪怪的。为什么会说它怪怪的？因为我刚刚在录故事啊，其实它是很正常的。就我现在走出来后面之后，就整个录一段时间，它就自己停机；录一段时间，它就自己停机，这样子。我不知道哎，有没有看到？我现在很怕吼，就是录到一半，它又自己停了。那这样我是要怎么剪辑啊？好烦哦！有看到这边的建筑哦？这台机器好歹也跟我跑了这么多地方了，你应该也是很强的才对啊。我们先进来这边看看哈。那花都还在。好，我们上去看看。哇，快木的耶！我想也是，有水的话就太棒了。哇，好香哦，快木的香味。然后啊，大家假如有听到风扇声，请原谅我。因为真的好热，热到有点不舒服啊！天哪，这蜂窝，我不知道是鬼月还是怎么样哦，我有点喘不过气。而且我今天已经把那个风扇的外套带来了，还是这个样子。天哪，好不舒服哦！电表都拆光了，然后这应该就是他的车库，把车停好的时候再走上去这样子。来吧，因为他这个已经废弃了很久了，所以它的路基本上都被这个
荒烟蔓草给盖住了。然后这里还有一间，刮胡刀都还在耶，哇！OK， 汽车旅馆都会放的东西嘛。枕头都还在耶。其实汽车旅馆好像都长这个样子啊。这间呢，也是块木的。哎，我记得罗导好像有说，他们为了要挽救自己的生意，所以说有把这个地方改的很不错这样子。结果，其实我比较怀疑的就是啊，台湾基本上没有像日本那么严格，有发生什么事情就会有些风评不好。我觉得会不会只是因为单纯经营不善而已？枕头套这边都是那个工具室。什么声音？没有。刚刚这里有什么声音？刚刚有什么声音？我不知道啊，好像什么东西掉下来的声音。会不会太巧了？我来这边才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没错，假如我想要进去看的话，我就必须要穿过这里。这边是他以前的电线的，但是这边实在太难进去了。有一边实在太难进去的时候，我换另外一边，因为实在太难进去了哈，所以我换来走这边了，因为这边感觉比较好进去。对，好，然后这里又是一间，那这一间呢，其实算是我的基地，我把东西暂时放在这里这样子哈。那我东西放在这一间，来看一下它里面是什么吧。对，这一间就是我放东西的，块木的，果然。然后呢，我可能需要补一点水分哈。是我走的时候有踢到什么东西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知道我刚刚在这边整理器材，整理了很久。现在我很想要这个东西，心灵凉度。我这太热了，你知道吗？电风扇开大了，蜜蜂、蜥蜴。然后呢，我要寻找罗导说的最后一间。但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间，他只跟我讲说，那一间有疑似就是那个吸毒挂掉的那一间哈。好，那去寻找那一间之前呢，我想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传说跟故事吧。好，至于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其实我相信大家有看过《特修探险》，他们曾经有来这个地方嘛。那他们
说了就是说，因为台湾早期汽车旅馆，基本上没有像饭店来的那么的严格，说有一些人常常会到汽车旅馆开一些性爱趴或是毒趴，那有人来这个地方，一边享受着天然的温泉，然后一边享受着那些嗑药的快乐。那当然，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之前有看过尸体？那我看到大体那个人的死因是什么？他的死因基本上就是吸毒过量。那这个地方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哦。那这个地方其实还据罗导他们说了，他们还在营业的时候，就有人在这个地方吸毒过量，不幸往生了嘛。那不幸往生了之后，那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本来生意就没有说很好，那碰到这样的事情之后，生意更是一落千丈，最后就倒闭关门。那这当中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其实我听罗导他们在讲了，他们是说好像有人来这个地方住宿的时候会碰到一些诡异的状况，像说什么样的状况呢？就像说有人睡觉睡到一半之后，感觉有人在压他，就好像是鬼压床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反正这整个晚上被骚扰，甚至还有人看到好像就是有人在那个房间出没，等等诸此之类的一些灵异传闻。那传出去之后，当然这里就经营不善了嘛，所以他废弃了。然后废弃了之后呢，这个地方还有一些流浪汉会过来嘛。那听说流浪汉过来之后，也是吓到逃离这个地方。什么样的情况呢？据说流浪汉不知道是在哪个房间，好像在外面吧，就这样走着走着，因为天气也蛮凉的嘛。然后走到后面，最后有一个人跑过来跟他讲：“哎，你有烟吗？”那流浪汉说：“我哪有烟啊？我都已经穷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还跟我要烟？”然后他想说这个人怎么在这里呢？不知道。结果那个流浪汉看了他一下，听说那个人就直接消失在他眼前，吓到不知道说什么比较好。然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，罗导可能没有提，我后面还有再去稍微询问一下，就也有一些人来这个地方探险了。那当然就是当地人。那当地人来探险的时候也是，叫得很大声。那其实他声音很大声之后，出去就有人来嘛，他就问说你在里面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他就说他们在里面看到人，好多人在那个地方不知道在干什么，然后最后通通的在一瞬间就不见了。好，那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，那大家觉得说他们是看到鬼，然后他们就说那群人年轻人说对，然后当地就有老一辈人就跟他讲说这个地方不能来啦，之前有死过人什么样的。好，那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，罗导那时候跟陈真来，听说他在这个地方也听到很多的声响异响，就东西会就是不知道在他们附近还怎样，就发出一些声音，让他们两个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害怕。那今天鬼月我一个人来，我相信大家刚刚已经有看到一些状况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会不会再碰到什么状况呢？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赶快把剩下集看完，顺便再来用器材做问与答喽。好，介绍完这边的传闻后，好热哦。现在几度啊？平均27度。我不知道，好热，好闷。来看这件，好热。好，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我碰到什么状况了哈。对啊，
来，铁路，红的，红的，现在没有了，红的。果然有点问题啊！怪声音我也听到了，然后呢，门的声音我也听到了，所以罗导说的是哪一间呢？看影片有可能觉得还好，但到现场来真的是，我的风扇声越开越大，没办法，因为太热了。而且热到哈，有一点说不出话来。罗导给的提示有2个：一，尸体，昆虫尸体很多的地方；二，有针头。但我目前看下来都没有看到罗导说的那个房间哦。我天哪，他到底是去哪一个房间啊？都是草。带珍珍来这里，不会，他不会抱怨吗？他那么讨厌草的。哇！我开始怀念上个礼拜的学校，为什么？这里真的好热啊！让我喘一下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好喘好累。然后呢，在这边呢，我也必须很遗憾的跟我们的非会员朋友们说，今天你们能看的就差不多到这地方为止咯。想要看接下来，快加入会员吧！会员在非会员影片的底下都会有购买的链接，对啊。好，那就先跟非会员的朋友们说声拜拜咯。
要吵吵。